长辈接触地板滚球这个运动，我觉得非常好，他们很容易就上手，而且很容易有成就感，然后可以训练他们的反应力、专注力，然后团队合作的精神。他们借着这个运动，他们真的感情变得很好，而且在运动、在比赛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的笑声。我觉得这个运动真的长辈都要来练习、来尝试。非常推荐。我觉得我们机构的长辈开始接触地板滚球这项活动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变得越来越有目标，然后越来越社会化。那他跟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互动越来越融洽，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想要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尤其是有比赛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大概是在3年前第一次接触到地板滚球。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益于老年人的活动，所以我就一直持续的参加。参加这个就是很开心，好玩嘛。我每年都很期待的滚球比赛，因为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就有看到100岁的人参加，我希望跟他一样。越来越有想法，越来越想玩。打地板滚球，越打越熟练，就越来越有信心。有信心就会觉得更好玩。他坐在椅子上可以跟人家输赢，然后让头脑清晰，而且又比较容易有增加我们的记忆。我接触地板滚球以后，我发现它对那个老年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它有一个互动性，还有一个团体性，然后可以出来走走八卦，然后运动。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讲是一个又轻松又愉快又好相处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最主要是在让大家有团体合作的机会。那这种团结并不是口头上讲，而是说你在球场上互相的那种的体谅，互相的关心，拿出策略来去救自己的局。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团结的所在。健康，然后长寿，然后大家都能团结合作。阿公阿嬷，要拼命！今天体育赛事，感谢锁定好 Sport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您持续透过转播一起来欣赏到的是第11届阿公阿嬷地板滚球运动会，我们要正式的进入到下午的赛程。那进入到下午的赛程，也陆续的要进入到了在3个组别的决赛阶段了。我相信我们其实，在早上的赛程里面，真的是看得意犹未尽哦。大家所表现出来的表现真的都是在这个水准之上。看直播应该都会觉得，我们看完早上的比赛，如果不看下午，真的就太可惜了。对。但是进入到决赛阶段，我相信对于场上的选手来讲多多少少那个压力也会出来。因为其实，在早上的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很多的选手，其实他们是面带笑容的。但是其实到了下午的场次，我们最常在地板滚球所聊到，就是在下午的时候，专注度可以保持多少，还有体力剩多少。对，那毕竟刚刚大家吃过饭，其实。一般来讲啦，我觉得以平日上面大家的作息的话，应该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在休息。最考验的时候到了，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大考验哦。这场比赛应该是在身体的习惯上面的话，应该是要进入到休息时间。可是你一样，你在场上的时候，虽然可能在劳力上面并不会有这么大的负担，但是其实你还是得要去把你的精神力给顶住。那甚至你还是要去思考。那这个时候或许会有一些在决策上面的失误，但没关系，我相信选手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培养，他们会知道如何去做调整。对，像其实早上的比赛让我会觉得说，其实我并没有看到就是所谓的非常悬殊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啦。应该说我们主播场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比赛，就会让我觉得说，其实大家早上的专注度是精神力是相对是很认真的，相对是很专注的，这样很 OK 的。那我们就期待说下午已经进入到有点对他们来说持久战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这样？不过的确，我们早上进入到我们转播场次的这几支队伍，其实大概都是伯仲之间
现，甚至往往都是我们可能在前2局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整个战况应该是要一面倒，结果到第3局莫名其妙分数被超过去了。对，所以你有没有印象？我们好像没有播到差距很大，对，分数很多的，因为其他场其实是有，但是都没有跑到我们这场。对。好，那看到我们在下午的第1场哦，这个是松寿组泰安社区关怀据点来面对到台北圣道堂 C 队。根据早上的经验哦，绝对不要小看松寿组。早上其实很稳定的有一队，我们看到就是松寿组的本身的表现。我们早上松寿组只看了1场，大部分就是在看这个乐龄组。对，但是松寿组的那1场，其实包括在策略上，然后也包括他们在场上持球，对他的稳定度其实都很高哦。甚至其实在策略上面，反而是乐龄组跟这个同乐组，反而没有像他们去想的这么的精彩。各位可以看到场上的投资哦，就是这绝对是事先有练习过的。目前投掷的位置哦，也是我们整个比赛看下来也蛮长，有选手有队伍会利用的位置哦，就是大概5公尺多一点，或者是没有到5公尺这样的距离，但这是靠斜边的。对。在角度上可能就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像目前投了一个红球，这个挡的位置就会挡得非常好。其实松寿组给我有一种好像在播公开组的。哦。早上那场其实我就有这种感觉，现在这场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才刚吃完饭回来还是怎样，但是我其实那个节奏啦，那个节奏就比较有在公开组的那种节奏，就有一种稳稳的，照他自己的节奏来这样子。对。乐龄组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比较潇洒一点，而且他们瞄准的点，当然他们没有办法像是公开组这些选手来得这么稳，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所瞄准的那个点，在概念上面是比较吻合我平常在播地板滚球所想的那个路线。路线偏差不会太多，对，选择上面也不会说突然很多变化这样。对，突然间出现一个我出意料的，还是泰安社区关怀据点哦。既然对手有一个红球贴得那么近了，其实可以慢慢稍微考虑一下，是不是我尽可能靠近就好。那刚刚是刘明哲把自己手上的2个色球给投出完，现在是苏昭芷，应该算是苏阿嬷。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在利用这个红之间的通道，这个能够穿得过去，那是有机会把球停在一个还不错的位置。不过这几次的尝试其实都没有很成功啦，但最后一颗球放在的这个位置是有防守的效益。现在大家可以注意到他把那个整个位置移到非常偏红色这一边哦，就表示其实是有路从这边可以过去的哦。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就看得很清楚，对，还蛮明显的，而且是一个很直接的道路，对，就不太需要思考。对。台北圣道堂 C 队，包括是陈天明阿公，还有施美婷阿嬷跟吴瑞娟阿嬷。这真的有架势哦。我们在上午场的时候有提到几个，包括在精神力上面，老年人会怕的是失智，然后还有在这个物理上面，就是你自己平常的这些活动，那就是会有所谓的这个骨质疏松，或者是肌肉减少，对，肌少。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关节的活动度，其实会不断的在降低，所以刚刚看到陈天明阿公他可以这样子去做摆臂哦，而且他丢得很好他一口气帮忙可能拿到4分哦，这个是大局，这真的是大局。先把很确定有得分的都先拿起来，然后再来做丈量哦。好，先看有没有第4分。那应该是在画面左手边的蓝色队，现在的这一颗色球，以它作为基准，看看有没有第4分。最靠近的应该就是这颗了。哦，好，
像就是这3分啊。哦，3分。你刚刚放下去放的还蛮顺利的哦。好，但是这一样是一个大局。台北圣道堂 C 队收下了第1局，并且是拿下了3分。这一个开场是个很好的开场。然后主播刚刚有提到开放组嘛，我越来越有感觉，就是透过这几届在看阿公阿嬷运动会哦，我觉得那个赛事的精彩程度哦，真的已经开始有点不相上下这样子哦。代表未来的运动会，而且包括其实是我今年来的时候，我发现人变多，我不确定是不是在台北，可是我印象中之前台北队伍数量也没这么多，今年是不是有比较多？今年算是又比较多了，没错。未来我觉得可能只会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大之后，其实就是赛会要烧脑，因为你们的场地到底要建哪里？你讲到我们的痛点呢，讲到联盟的痛点这样。对，接下来只单一个羽球场是够的吗？够的吗？这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你们以后要分什么北1区、北2区，然后先比完，然后最后在一个台北的总决赛。你是说队伍都分到 A、B、C、D， 我们连场地场次都要分到 A、B、C 这样吗？这样的话，你们以后赛会可能就会更需要年轻人要加入进来，因为你们的动能会很大。这一球红球很漂亮哦。也有人有一个想法啦，是觉得说，那是不是也应该有个什么区域预赛制？对，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概念。预赛制，然后先打个2-3个预赛制，有通过的再来打总决赛。总决赛，对。哇，如果真的规模到那一天，我自己个人还蛮期待的。但是到时候可能只有在决赛的时候才会看到我们，才会看到转播。还是要看经费啦，希望运动部可以多帮忙。你让我想到某一些选秀的节目有没有？你在区域性先被按了那个按钮之后，你才能进到那个荧光幕前。就到时候还有那个 highlight， 然后这个破坏也破坏得很漂亮。这个是我们早上有说过的，其实下一个阶段就会希望阿公阿嬷可以多尝试这样子的球，对，就不要一开始被贴了以后就放弃，就是尝试1颗2颗来做冲撞，对。但我自始至终只有在松寿组有看到这个概念，我必须要讲，糟糕，组好像都没看到。结果真的是年纪越长的长者越冒险的程度越大这样。这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讲，我看松寿组无论是早上还是我现在看的这场，真的比较有在看，就是加深他们比赛的感觉。对，就是他们在概念上面会比较符合我包括去播到国际赛上面所会思考到的这些战术。其实就是因为，如果说像一般的这个运动赛事的话，在一般组里面，就是非公开组的赛事里，其实你打久了之后，你还是会尽可能的想要去学这种公开组的打法。武器库是比较少的这种招式，没错。可是你就是打得久之后，你慢慢的你也可以至少有2到3个杀手锏出来。哦哟！而且你看这个稳定度，哇！这一局两边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手上有的武器都拿来用了哦。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运动，真的年轻占优势吗？哦，真的不一定哦，真的不是这样子。看起来目前完全不是这样。对。哦哟，他是选择先 pushing 掉旁边的。这球其实是他想要从2颗红的中间用这个力道是没有错，但他就是丢歪了。哦，修正又修过头了。对，这个真的就是丢歪了哦。但策略是对的，他想要带一下，撞一下红球闪开之外，带一点白球的。好，那投掷完自己的蓝色射球，现在台北圣道堂 C 队还有3颗红色的射球。哇，这个如果照之前的稳定度，可能又要再拿3分。而且他是有机会去推在右手边的红色射球，在角度上面他又是刚好是左撇子，偏了一点。看起来应该是要去推他，没错。还有2颗。我要刚刚拍胸脯，因为霍利嘎才没有再把蓝色的射球再往内推。然后最后的2颗。或许就不用想太多了，就是想办法贴着就对。想拿攻。对，但是红之间那边不知道他们的角度看不看得到，感觉起来应该也是可以直接贴，并不一定要去
push 自己原本有的红色射球。把蓝色撞开也的确是个想法、撞开也是一个想法，对，撞开也是一个想法。你清干净之后，说不定你的分数还会再更多。最后一颗。力道轻了一点，但整个角度是对的，就看目前看有第2分吗？是不是第2分也要去丈量一下？我猜2或3。哦，第2分也确定是有的，那就是3喽，看有没有第3分。哦，拿开之后不需要看了。OK， 那最后是2分，台北圣道堂 C 队连拿2局，并且在这一局里面也有2分的进账。目前看起来这2局看起来红队的气势很不错。对。蓝队其实打得技术漂亮，对，但是他们可能在解球端上面会耗费比较多的球，反而就是让红队这边往往在蓝队的射球都投掷出来之后，能够去做后续的加分。第1局的关键可能他们善用那个红边有利的角度去吃到最后的大分。第2局的关键可能在于就是中间第3还是第2颗的时候就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花费掉很多蓝边的球。一靠治百病，一贴治百病。这个是在另外一个场地的欢呼声，代表他们应该也有漂亮的球出现了，全场欢呼。对，想要站起来观望一下。好，再回来看我们自己这场松寿组的第3局哦。好球！这几次的开球都开得漂亮，但是红白之间有缝隙哦，而且是一个蛮大的缝隙，所以是可以单去冲红球。接下来就是看准度了。以我自己那一次上去玩的经验，我必须讲，这种只有1、2颗球是超难瞄准的，根本不是像选手像那个时候嘉生跟我说的，就是把通道建立出来之后，我就可以从中间穿过去。我自己上手去试试之后，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想象中这么容易。好，刚刚是推了一下红色的色球，所以红色色球现在是有靠在了白色母球的身旁。还是可以去做破坏，从他们的角度上，而且说不定是不得不去破坏的。因为我刚刚想到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目前落后的大分数的比赛他们必须要一定要清出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空间，再去做攻击了，这样才有机会也反过来消耗到对手很多球。但如果只是单纯的只是想要靠近的话，只能保住输1分，但保住输1分，整体的大局或者大比数来讲，还是落后蛮多的。因为真的进到第4局，如果说是6分差的话，那对于台北圣道堂 C 队来讲，那个算是绝对的优势。绝对的优势就可能就是99.9都会赢。而且我记得运动会其实不太抓犯规，所以基本上你很难会出现那种真的很直接性的犯规，然后可以后续的去做加分哦。这个基本。我记得我看运动会好像没看过有。实际上是规则有罚球，但大家注意一下场上的那个十字线旁边并没有框啊，对吧？并没有罚球框。那这个意义上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并不会在阿公阿妈的运动会当中抓太多的犯规的东西。对。稍微破坏一下，你看刚刚是这个台北圣道堂 C 队，阿妈也拍手了。这一球其实真的还蛮漂亮，因为它的角度其实不大哦。他现在已经是去用到他格子的左下角，因为他的椅子已经要移到这种角度。好，最后一颗射球的投掷，还是要选择重开。但这个就是我们在早上有聊到的，如果说看起来阿公在冲球的力度上面是比较大的时候，或许可以再早一点让他出来冲球。就我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看起来他的力道是大的，然后这2次撞击起来的球局变动性也是大的，他应该要先做撞击的动作。大家仔细观察，如果你原本力道大的没有先做撞击的动作，把白球撞出来，后面还有自己的球可以进攻的话现在反而你往后撞，红队反而好进攻了。对，因为后面清出来了一些，在边边那边清出来一些空间
所以有时候就是撞空间、清空间这件事情要早做。你看，因为白球往后带了，所以导致红球现在反而有进攻的角度。靠了一下哦，还不确定他这个会不会是第2分啊？但是就像是老师刚刚所提到的，你现在白球进入到这个位置之后，其实对于台北顺道堂 C 队来讲，原本的那个位置可能还不好靠，他现在反而是多了一个停球的点哦。对，所以你就可以去善用到那个位置。2个人要换位置了吗？像轨道组啊，如果说你把最硬的球放在最后，再来留在手上来做出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你帮对手开球，对，球形被破坏，球形被破坏，你反而帮对手制造了有利的位置，这个就有点像。现在基本上又是台北圣道堂 C 队，看看能不能够在这一局来拿下更多的分数。看起来应该有6或7了。今天第一个走上来确认球型的选手出现了，又是在松手组。其实我觉得乐龄组，我倒会觉得说，他们可能比较少这些，因为他们还正在这个接触，还正在学习。重点是同乐组年轻的那一位应该要更有想法一点。但是我今天看同乐组，因为我们只看1场。这一颗其实蛮漂亮的，我想要特别提一下，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力道可以大一点，然后点抓准一点，他就顺利的 push 了1颗，同时旁边那一颗也带到了一下更靠近的白球了，这一球可能价值3分就是价值多了1分这样。对。那回应你刚刚说的，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实际上在11届的比赛里面，办送寿组大概也才办过2届、3届，最多4届而已。可是相对的，今天看到的比赛，送寿组真的是完成度非常高，很有担当哎。对。所以他们会是以前的乐龄组，然后再往上升。这个我们没研究过。好，台北圣道堂 C 队有再拿下这一局，而且又是创造了一个4分大局哦，9-0。那他们其实基本上第4局就是把手感给调整了，把战术给调整出来就好，因为基本上9分你1局是丢不到的啦。这是今天出现的很大比分的第一次哦，对，就是我们都会跟选手讲说，一旦你遇到这种稳赢的，所谓稳赢的，就是你也不用。人家打完了你就弃球，你可以做你想做的练习。对，你看你想要丢罚球格也好，你要丢自己接下来预赛过后之后的要发的位置也好，你多练1次球就是多增加1次经验这样。但其实我后来比赛我看久了之后，我又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观察，就是还是要看时间点。如果说今天已经可能是下午的第2场或第3场，那有些选手他的考量是保留体力，对我的体力跟专注力，我赶快先去做调整，那他可能就真的会弃球。那有些选手可能是在上午的场次，他觉得我今天手感就是很奇怪，那我就是再多投掷几球。发了一个距离比较深的球，那这一局的话，其实刚好双方就是练啦，比赛的机会真的是不嫌多啦。那能够在比赛的赛场上面去执球，跟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刘明哲阿公，很棒还是很认真的想要打好这一颗。力道稍微大了一点。但刘明哲阿公其实这几次看到他在投掷上面力道都还蛮不错的。调整一下角度，他的力道如果有碰到白色的母球的话，母球应该也会被往后带。调整一下之后，非常好哇，这个球修正的超漂亮的。可能很完美的靠上去，我跟你都丢不到啊。没有，不是可能，我是一定丢不到。我不要说这么长了啦，我在 B 线附近我都投不到了。
今天他们在那个贵宾邀请赛的时候，他们应该好玩是好玩，但是以内容上面来讲，应该也是投的哩哩啦啦。我必须诚实的回应这个问题，我会觉得不可以伤到我的心哦。不是跟前几届比起来，今天的贵宾已经算是很快进入状况了。因为贵宾常常都是第一次玩到这个东西碰到这个东西啊，所以你说哩哩啦啦，我觉得前几届还比较不遑多让一点。所以这届的算还，我个人以下我个人意见觉得说，今年贵宾表现得不错，出体验出体验的不错。没有，因为我自己第一次真的就是投的哩哩啦啦，真的对，完全掌控不了，所以跟母球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远的，连我都在想说，奇怪，为什么我的球会丢到那边去？对年轻人来说，真的反而要想怎么收力道啦，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对，很难调整。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会知道说，在玩法式滚球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制造你的手腕，可能就小手臂这边要去做一个逆旋的动作，因为你要去做刹车。但你真的上去之后，我做不出来，我的球没有在刹车的，球要么就是滚得超级远，要么就是直直落下，然后就没了。所以真的看起来好像就是投球，但是实际上面不容易。它真的是一个蛮讲究控制的运动，就是控制力道这件事情，真的是在地板滚球当中是一个精髓啊。地板滚球里面真的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微型的操作，微操其实还蛮多的。好，接下来是陈天明阿公发了这个远球，其实对于台北圣道堂 C 队来讲，真的就是有比较困难一点了。但是泰安社区关怀据点，我觉得最漂亮的就是阿公他的这个第二次修正球，对他这个修正真的是太漂亮了。我觉得公开组可能在面对这种球，也不一定可以像他靠成这样。我自己觉得阿公接下来这个测试这个尝试是蛮棒的他想办法把4颗里面的红球，想办法用这样子的力道再更靠近白球一点，但是最后出手歪掉了。对，但他这个尝试是对的，因为画面上会看到目前4颗红球距离白球的位置都蛮开的，有机会反过来也让蓝队可以拿大局这样子。那当然蓝队有没有自己把握住，那是蓝队自己的部分这样子。现在看起来还是只有1分啦，不过对于泰安社区关怀据点来讲，这一局的尝试我觉得是有收到效果。对，其实蛮明显的上一局跟这一局就会明显的看到，两边都是利用斜边空出来的这样子的空间去做进攻，但相对红队就是比较感觉起来就是训练比较多，所以他们红队在掌握斜边这个通道空间的时候是拿到很多分数的。现在是要看有没有第2分确定已经有先拿下1分了，接下来是在丈量一下，也可以看看后方的一颗蓝色球有没有机会了。我其实无论是拿2分还是拿3分，对于比赛的结果上面来讲的话是会有影响。不过松寿组是不是在现在的这一场还没有进入到决赛阶段？他们是不是还在做他们的小组循环赛？所以这1、2分可能就还是要去计较一下。好，最终的话是泰安社区关怀据点拿下这一局，不过只拿下1分。但我想在这一局的尝试上面呢，效果是很不错的。然后或许后续可能在第3局，或者是在这个分差真的被拉开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来尝试看看这种中远球的发球。啊，最终台北圣道堂 C 队是9比1收下了比赛的胜利。下场比赛也随后要登场，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来锁定，一起来帮选手加油。我们就稍作休息，等等马上回来喽。
强马春梅、劳秀兰。场地5，爱家贝 B 队高月美、钱春菊、谢荣达。寿德里关怀据点 B 队郑杰生、葛兆丽、陈秀美。场地6，永和更新 B 队蔡素英、蔡燕英、邓香云。妇婴老人长照中心陈文雄、李正、叶晨柱之。场地7，征服更好基地 C 队周丽凤、江曼华、王慧珍。大同教会骆坤佑、陈本云、黄许宝玉。场地8，新北仁爱之家 A 队关正伟、沈素金、胡玉华。大同昌吉 A 队李希春、郑茂宏、陈宝玉。场地9，台北肢体快乐林月清、吕纯慧、刘元慧。月亮星马郑淑慧、陈秋英、吴嘉年。请以上唱名之队伍选手至场地上准备比赛，谢谢。乐龄组随后要来登场喽，爱家贝 B 队跟寿德里关怀据点 B 队。现在的话，下午场还是会有小组的一个循环赛啦。那我们大概还要再2轮，这2轮都会是乐龄组，然后才正式的进入到最后的复赛阶段。乐龄组的组数还蛮多，他们可以到8强赛。看起来要跟那个乐龄组的先喊话一下，就是我们看了完松寿组之后，更加希望在乐龄组这上面看到更激烈的竞争，这样。高月美、钱春菊这几位选手来组成在乐龄组的一个搭配，也是郑杰生，还有赵丽阿嬷以及陈秀美阿嬷，是寿德里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B 队。这好像，这会不会是我们今天画面上第2个看到紫头发的？我刚刚在想说是不是同一位啊？不是同一位，不是同一位。我蛮确定不是同一位。是流行吗？还是他们其实互相有参考？一定是有一个人先嘛？哎呀，第1颗要贴的射球就出界了。不急哦。蓝队已经准备要投球了，事实上现在不是换蓝队哦。寿德里的话是在万大路那附近，旁边就有青年公园。规则上这边裁判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然后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如果第1次的发白球完之后的那一颗射球出界的话，应该是那颗球出界的那个队会继续丢才对。重施啊，对。所以刚刚他是因为我刚刚还在查寿德里在哪里，所以刚刚现在的红色的射球是篮球之后才丢出来的。哦。就红球已经有一颗出界了，然后裁判是让蓝队丢这样。那实际上在规则上面应该是红队要继续丢第1颗。看起来旁边好像也没有人发现。但目前球形比较浪一点大家都投得开开的。比较近的应该还是红色的社区，因为这感觉起来是蛮直观的一个距离。是有敲碰到白色的母球，不过白色母球向后滚动，现在距离还是距离红色比较近一点。
下午的阳光透了进来，感觉到舒适，让大家球很分散。球还是很分散，但是现在的话是要轮到黄色的射球。那爱加贝 B 队手上其实还有一颗蓝色的射球。蓝白之间是可以瞄准的一个点，接下来就看自己手眼的协调能不能够投得准。结果是被前方的蓝色射球干扰到，但是有打开来，最后一颗红色的射球。事实上，红边要注意，不管是出手还是场地造成的，他们的球都会往左边偏。对，他们也没有及时的做一些修正，场上就看得很清楚，就一直是偏向左边去的。他们的视角上的左边哦，包括刚刚的开球。对，没错。有2颗球最后都是直直的传了出去。好，爱加贝 B 队。哦哟，多了1分哦。这一颗还哇，这一颗超漂亮的，2分到手。好，那爱加贝 B 队拿下了第1局，也是拿下了2分。最后一刻的那个加分真的是加得漂亮。第2局轮到爱加贝 B 队的发球，只要是自己队的发球，然后就有决定那个球局的命运，这样，所以第1颗要好好掌握。这颗也非常不错哦。队友碰撞的概念，可惜第1颗是助攻，第二颗就我们防守的角度来看，第2颗这一颗是防得很漂亮啊，就是只想输蓝队1分这样子的打法。但实际上第2局而已啦，或许可以不用那么的保守。我还是要去考量到破坏有没有那个力道。对，没错。你这个虽然说是看起来在十字的这个轴带里面，但是因为在角度上面他们是斜边，所以他其实要走的路线还蛮长的。不好撞开，的确。对。你有时候也是不得不保险。可是我跟主播的心就是都在想着，那上一局那个撞开的表现，不同组别，不同组别，就跟那个武侠小说里面一样。没错，练功。对啊，你的功力会随着年龄变化越来越深沉，可是也越来越厚实。不然为什么武当派的掌门人，对不对？我们这个张三丰能够是张三丰？我这边又有1球出界了。哇，现在爱加贝 B 队又是1球可能要抵所有球，不是可能是已经抵了所有球。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在打竞技组的比赛，我们也常常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防守，就是2颗球集结在一起，让别人要撞开的力道，其实比1颗要撞开的力道还要更难。更何况在线路上面、路线上面都只有小小的一条可以进攻的路线。除非做得非常精准，有1颗蓝的再从旁边可以贴近，不然一样你一开始就必须考虑要把红球撞走。如
如果单纯红球在这个位置的话，蓝队要继续得到分数呢，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控制的非常好。我这球也是要特别提到，就是受德里社区照顾关怀军的对，他们真的算靠得漂亮，这样他才能够把得分圈给锁这么细。目前也是很有效的去抑制了爱加贝 B 队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得分机会。我虽然这里球没有往白球身上靠，看起来已经是在练了，但是你也可以感觉得出来，这里球其实投起来都是蛮有指向性的，就是他投的都还是准。那最终的话，成功的防守让爱加贝 B 队在自己的罚球局里面是拿下1分。发球局哦，其实对于地板滚球来讲，我觉得发球方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其实这种类型的运动，无论像是冰，无论像滚球，其实你自己在发球方，就是你是第一指的这一个，都会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你能不能够去破掉对方的发球，甚至是你能不能在自己的发球的回合里面去拿下高于1分，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目标了。完全是发在B线附近，这颗红球很漂亮。对，这个应该有特别练过，因为前面包括你的白色的球射球能不能够停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停得很好。落后3分是大分，但是这一颗发球发完之后，又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对，因为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到达了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是一贴挡6颗这样。然后自己再拿回大局的。从我这个角度上看来的话，是朝贴月全食哦，这个是完全被吃在后面哦。对，第一颗红色非常漂亮，而且甚至连刚刚阿公看的那一个角度，也是只能看到可能1/10的白球而已哦。这一颗是完全就是盖在这里，盖在白色的射球前方。这颗很精彩了，真的有可能1颗顶6颗。反而蓝队要思考的是，我尽量把球挡在，不要让对方得第2分。因为2颗几乎是重叠在一起，所以要去做破坏，可能需要2颗球了。现在中间是已经有一个角度打开，但是因为距离跟篮球是形成了一直线，应该说跟篮方是形成一直线，所以哇，这真的很难处理。现在这个球局啊，在竞技组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套，就是让自己的射球越过那一颗红球去把白球往后带。那当然这个技巧难度更高啊，这个在法式滚球里面也叫做击球，就是直接越过那个红球，把白球撞击到后面去。对。因为地板滚球其实没有规定你球一定要在地上滚的。哦，这颗防守还不错。这一颗防守，但这颗防守好像并没有挡到红方的角度。一样啊，就是红方在他们的左手方，其实待会就会有一个地方可以进攻。好，接下来红方5个射球，加油！加分机会来了，现在已经保底1分了。对，千万不要保守。好，不保守的话，老师，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哦，要去做靠，还是他要尽可能的去破坏掉旁边的蓝色射球？他现在就是用靠的方法，碰了一下，他靠在旁边。那因为现在有2颗红的已经开始形成一道墙了，他们所有的红球都慢慢靠上那一道墙，就有机会。哦，他们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第2层会不会有分数上面的疑虑呢？因为现在其实蓝方有靠的那颗球，你看像是现在这边就有第2层的球，第2层的球会形成加分球吗？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力不如小力，因为太大力了，白球往后带其实是危险的。他们现在就慢慢集中，让裁判去算到底3分4分，这是很正确的做法。好，现在有可能扳回哦，有可能平手。有没有可能超前过去？我觉得好像有4分哎。哦，裁判现在裁判长来量了，裁判长来量。那
地板滚球真的很奇妙哦，你前面输了3分，如果你放弃了，比赛就结束了。对，灌篮高手告诉我们的话，没错。对啊，那你一局有可能就取得领先哦，这都是有可能的。就像是大学生，现在放弃，那寒假就开始。好，来丈量一下。裁判通常会先做一个动作，是把确定得分的影响到测量的先拿起来。总觉得有3分保底，而且我甚至觉得有1分好像也蛮喜欢的。平手或超前1分啊！先把确定有的拿起来，先拿起来，因为它有影响到测量篮球嘛。对，这颗是第4分啊。对，4分。通常这个应该就不会再塞回去了。塞回去是一个习惯动作，告诉现场的人刚刚的球局大概长怎么样。4分大局，一口气逆转，出现在第3局。乐龄组今天我们一直看到这种局面，而且一直都是对自己有利那一边创造出来的空档，都是从这边进去的，因为对手边忘了去防守你的这一边，你这边就有机会。不过这一场的话，是红方自己开球开得漂亮。哦，那颗真的超漂亮的，那个这个是100分的开球。4比3哦，现在分数是被反超过去了。接下来又要看蓝方，但是现在是蓝方的直球局，发球局。那他们的发球局就是要更专注哦。你贴了一颗漂亮的，我也来贴一颗漂亮的，这样子会更好看。好球！哦哟，这一颗也很有威胁性的哈。后面的阿妈还提醒一下阿公，现在是要换对手直球，球放下，球放下，另外不要激动，对，不要激动。接下来看秀美阿妈，2次的直球，第2次推到了蓝色的射球，角度有打开吗？角度好像还是有点死。还是很受限了嘛，看有没有机会切进去而已。哦，这个角度看起来是有看得到大概。哦，推了一下自己的红色射球，把红色的射球其实送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位置。其实推进去也是个想法哦，推进去也是个想法。哎呀，可惜偏了。这个看起来是想要推进去，对，甚至是如果说球能够停留在场上的话，可能会有一点防守的意味。现在如果把红球推进去，换成蓝边来投掷的话，那个压力会回到蓝边身上。对。哦，再往后推一点，最后一颗红色的射球喽。哇，这个就偏了。哦，那命运就要全部交给蓝队来处理了。现在的话，蓝色的射球有1分哦，目前平手了哦。对，看自己。那他们正前方是有一个完全没有被遮挡到的。对，好好的丢1分就好了。OK， 继续尝试。有5颗、4颗的机会都不需要迟疑啦，就是慢慢的靠上去就对了。而且因为旁边有一排可以帮忙杀出，所以基本上红白之间有了哦，有了。好，问一下。好，2分。问一下。再碰一下。加分。再碰一下。这个没有风险，风险比较没那么大，也不能说没有。很好。基本上已经算是逆转了这场比赛，最后的2球投掷。被逆转，然后又再守下来。我们第2场看到这种逆转后再逆转。
要稍微短了一点。这时候保守没关系啦，不需要太大的冲撞。对。但还好啦，因为他母球现在已经到第2层，甚至到第3层。险胜了哈。对，好，2分，最终是艾加被 B 队重新夺回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哦。最终也是以拿下这2分之后的5-4，艾加被 B 队收下比赛的胜利。那在关键哦，虽然第3局有一个4分的大局，但很可惜，到了第4局之后，让艾加杯 B 队有空间去取得了多的这1分哦，这个加分的第2分，也顺利的让艾加杯 B 队是以1分之差收下比赛的胜利。这是我们今天连2场乐龄组，在下午场次的第1场，稍后回来也还是乐龄组，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来帮选手加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了。
欢迎回来。现在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到乐龄组哦，那这个也会是在接下来最终的4强或者是8强赛的前面哦，最后一场的预赛阶段。乐龄组现在我们这场要看到的是以林长青学园 B 队来面对到北区老人之家 A 队。这个时候可以讲 win or go home。这一场是 win or go home 吗？不是，就是有一些如果没有4强希望或者没有8强希望的，可能老人家已经开始，他们也有可能是 win and go home。不过我觉得无论是有没有打到最后的决赛啦，那能够有这个机会大家聚在一起，都很不容易。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或者是一个一期一会的感觉，这样。那看到林荣田、施明崇还有尤善雄、永和、根子，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印象中没有错，我们早上有看到他们的比赛。我有点忘记了是不是同样的选手，但的确有这样的队伍。我相信，无论是我们今天有看到的这个乐龄组，还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称赞的松寿组，基本上都已经是从这个耳顺年龄进入到了一个从心所欲的年龄，所以胜负真的不重要了。现在就是好好的去享受。好好的去把练习的成果给表现出来，或者是说我有胜负心，但是我今天打完了，我今天就接受今天的结果，这样子，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哈。我个人还蛮喜欢红球现在发的位置跟他第一个贴球的状态，因为不管篮球接下来如何变化，那个其实弹性都很大。接下来就看中心社区长照机构 A 队哦，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蓝色色球靠得上去？其实这一颗白色的母球发的还蛮靠近边线。哦，很好。照他的力道来看，他有想到要撞一下，当然那个技术上没有做到而已。有一些时候就是你想要去施加你的力道，但一施加力道之后呢，你的弹道就会偏移。其实，在球精准的项目里面，都会遇到这种状况。哦，这2球其实力道都很不错哦，但明显的偏了，然后。刚刚这位是许阿嬷，许阿嬷感觉也有机会可以去打保龄球。刚刚看他那个飞碟球，对，其实还蛮不错的。那现在在剩下2颗的情况下，蓝队可以想一下哦，并不是一味的要去冲撞哦，再这样撞下去，全部的球都会出界哦。对。那这样子，红边就会有一个非常好进攻的情况，因为目前蓝边是几乎没有球靠近白球的哦。好，看起来都还是想要去做冲撞。好，那这里的话是有成功的冲撞，对，但是中心社区长照机构 A 队目前已经把自己手上的6颗蓝色色球全部投掷完，而很明显可以看到只有2颗球停在场上。如果刚刚那一颗是发生在蓝边的第1颗或第2颗，那这可能是很好的消息。但发生在最后1颗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妙哦。现在这个战况，虽然说最终还是有成功啦，锲而不舍的去 try， 但这个战况对于这个中心社区来讲的话是比较尴尬一点。那这纯粹就是自己没有掌握好出界了哦，但球局的机会点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只要稳稳的靠近就好了，甚至只要想我比蓝色靠近就好，我根本不用贴到白球。对，哦，让自己的压力轻松一点。
那这个就是修正上面的失误了哦。我已经有一颗都会偏左了，我下一颗其实就要稍微往右多，往右丢这样子。啊，如果蓝队只输3分以内，或甚至只输2分、1分的话，可能相对是另外一种赚到这样子。3分还算是比较多的。那最后的话是拿下了3分啊。前面那一颗就是终于回到了自己投掷的时候，那一颗失误是比较可惜一点的。但后续其实都还是有把握起来，而且感觉起来是蛮准，方是蛮准。其实地板滚球的比赛里面，年轻人真的还蛮多，无论是协会的还是联盟的。那年轻人的话，通常会是社心或者是社服系、社工啊，对相关的科系。老师，您自己有遇过什么比较特别的科系？然后他真的就是可能从比较不一样的管道去知道地板滚球的比赛，然后加入到这个行列。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也不能单看科系来划分啦哦，像的确有很大比重的是心理或者是社工相关的科系会去参与到这一块协助老人家的部分这样子。但我觉得也蛮多志工其实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然后当然大部分是老师，可能是相关工作者为居多，但也不是，也是有一定的比例是完全是非相关的，也是有这样子。那说的比较好笑一点，就是连联盟的秘书长，就是他自己本人是一个完全不相关的科系。他是会计系。对。这个有的时候是因缘际会。缘分。对，缘分。接下来看到第2局哦，第1局永根好照这边是红方了，那是拿下了3分。中心社区在直球上面其实力道都蛮大的，杨林淑珍阿嬷。或许对于一些队伍来讲，会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没关系，就是把眼前的比赛我先好好的给比完。看起来是在质地上面比较硬的球种，所以打到球之后反而是弹开了。被裁判的脚给挡住，不过看起来是蓝方比较近。讲到那个协助者的部分，我也蛮开心，有看到其实越来越多在阿公阿嬷运动会上面的裁判也是越来越多生面孔加入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一点，这样子，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当然就是严谨度或者是所谓的认真的程度不是那么高的比赛，但同时也还是可以训练裁判上场的一些抗压性啊，或者是临场应变的能力这样。所以看到有很多新进的裁判都来协助执法，我自己也是乐观其成的。所以也可以看到，其实，在不同的比赛里面，都会让这些比较新的裁判去执法。像我们从台中回来的时候，台中那个时候 BC 1、2、3、4，那这4个等级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年轻的裁判，其实就是会让他们轮流上去啊，去尝试看看。那在运动会里面，我觉得好像有更多新面孔。在裁判老师上，今天的确也看到蛮多新面孔的。球形虽然是比较散一点，不过至少这一局，大家的球目前都还在球场上。上一局中心社区只留了2颗球在球场上，这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这球撞击点也不错。
有讨回那个领先的优势。这一局是有来有往，中心社区最后的蓝色射球要大力一点哦，太小力是没有用的，还要偏了。在力道偏移之后，永根好照目前应该是1分，这个要丢准哦，不可以丢到对手的球。对，但他们也是最后一颗射球。好，那应该是没有对于整个赛果有影响。永根好照征服共好基地 B 队，拿下第2局多天的1分。所以目前是4比0的领先优势。不过我们前面在乐龄组的比赛里面都可以看到，第3局突然间有一个惊天大反攻，所以这场比赛还很难说。但是我们这几场看下来，都是第3局虽然有今天大反攻，但第4局还没有成功真正把整个比赛逆转过去。主播聊到这个，其实很有趣哦。我看那么多年的球赛啊，我们写文章不是常讲起承转合吗？对。其实我在看4局的比赛里面，真的也是第3局非常容易翻船。对。就是当领先的选手专注力下滑了，然后落后的选手慢慢顺手了之后，其实第3局真的是非常容易发生不一样的状态。其实这个在篮球场上面也很常发生，也是第3节中场回来的时候，第3节，怎么突然间变成这样？对，这真的很有趣哦。所以如何在一场比赛当中可以做到全神贯注，真的是一个学问。所以接下来就要看第3局，永根好照能不能够再持续把自己的领先优势给扩大。有没有把握起承转合的转哦？看第3局。那现在的发球也跟第1局的发球稍微改变一下位置哦，就看有没有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情况发生。这球很正很直哦，可惜力道大了一点。偏了。我开始隐约感觉到那个逆转的那个风向又飘过来了。第3局我们前面不断看到的状况，该不会在这一局又要重新出现了吧？蓝色剩2颗。但现在感觉是比较像是原本第1局的那个样子。OK， 弹了一下，好，现在战友比较近哦。终于换对手，就会稍微好一点。但处理这种球看起来是在中心社区这边可能比较弱的一环。马上一球又换，这样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回应。最终还是出界。中间社区用完了他的6个射球，所以看起来又会是加分的机会了。而且几乎前方没有任何阻碍，完全就看自己准不准了。目前的话是1分啊，那有没有机会来拿下第2分？因为拿下第2分代表进到第6局会是不好意思，第4局的时候会是6分的领先，能拿到6分的领先进到最后1局，在地板滚球里面就是绝对的大优势。好吧，这个逆转的风向又飞回去了。对，最后没有起风。
中是永根好照拿下2分哦，所以在进入到第4局前已经拿到了6分。那等等的第4局，对于这2队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好好的去完成啦。那整个赛果上面，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第4局会是由中心社区长照机构 A 队来发球，有球也是发得比较深远一点。到中半场的一个发球，不过中半场其实是前面的这几局里面中心社区可能比较不好处理的一个距离。可惜第一个射球好像自己也没有处理得好，对，差人的多了一点。社区能不能再更靠近一点点？还是这颗有从旁边稍微更靠近，有更靠近一点点，所以现在让永根好照来持球，因为我刚刚看感觉红球跟白球其实距离并不小了。推了一下中心社区的蓝色射球。换成施明崇阿公。又是一球定了，哇！那这个有贴上来，一贴又治百病了，没错。突然间浑身身心灵都舒畅起来。中心社区现在手上剩3颗射球，准度没有红方来的这么好。现在偏差都比较大，那最后看永根好照，这个就是这2球的加分机会。好，第1球比较专注哦，多得了1分。第2球就歪掉。我最终的话是不会去影响到这场比赛的一个胜负。永根好照征服共好基地 B 队，是把4局都抓了下来。那最后的分数在总分上面是8比0，取得了比赛的胜利。那这场比赛也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3个组别预赛的最后一场。复赛要来了，复赛要登场喽！
那紧接着就会是场上选手真正要来角逐胜利，可能胜负心会比较重的时刻要到来。邀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来帮场上的选手加油。我们稍作休息，等等马上回来了。
在6场3场都完赛，3场还好啊。但是你第一场很早，我是国中的，第一场是几点？9点。我是8点半，然后8点半，也差不多啊，7点都到。也是的。那我最讨厌去那个球场，那球场谁在里面？那球场会塞车。还好我这次完全没有要去阳明山杯。很棒啊！最后一小半，剩3场，最后一小半。人家讲完都可以闪。然后颁奖，他拍运动有，台亚人喜欢把全部东西都拍完，因为他们很认真的把东西都拍完。偷懒还是我们的天气。对啊，我刚才都在划手机，在那边晃边拍。等啊，等他们上来才开始。
大会报告，接下来我们要进行2点半松寿组4强赛及乐龄组8强赛同乐组4强赛的比赛。以下是晋级名单及比赛的场地。场地一，松寿组4强赛，台北圣道堂 C 队对上台北圣道堂 B 队。场地2，松寿组4强赛，曼智宝贝 A 队对上玉林长青学园 A 队。场地3，乐龄组8强赛，东岛 C 队对上东岛 A 队。场地4，乐龄组8强赛。富英老人长期照顾中心对上永耕好照，征服共岛基地 C 队。场地5，同乐组4强赛，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对上爱家贝 D 队。场地6，同乐组4强赛，曼智宝贝 C 队对上月亮星马队。场地7，乐龄组8强赛，东老 B 队对上永耕好照，征服共岛基地 D 队。场地8，乐龄组8强赛，以林长青学园 B 队对上基隆市七股区泰安社区发展协会。请以上的队伍到场地集合，我们要进行的是2点半的比赛。谢谢。
好，紧接着要来看到的是要正式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阶段喽。那在我们场地5的话，会直接看到是4强赛，同乐组的4强赛，而且也是相当有趣的对战组合哈。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轮椅组的选手上场了。好，他们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吗？同乐组的相对限制上就比较没有那么多，弹性比较大，所以其实是轮椅组跟非轮椅组都可以一起来参加这样子。不过他们等等应该是要不断的去调位置哦，因为轮椅真的是比较大一点。对。方格上面的话是没有办法直接把3台的轮椅都容纳在里面。这也是蛮特殊的一个状况哦。看起来3台轮椅要进到一个格子里面是有相对的困难的。对。那爱加贝第一队黄金祥、李玉芝以及李敏娟，这个是我们今天第1场看到的队伍。那他们所要面对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3个轮椅分别是陈佩玲，还有庄婉晶以及钟小燕。既然是4强的话，那当然就是打赢了可以进入冠亚军，然后那输了就是拿3、4名这样子。在地板滚球的比赛里面，我常常都在讲说，有的时候最好看的比赛其实有可能是4强赛。因为你不确定你的签表嘛，所以有时候4强赛你可能就是强遇到或者是因为4强赛一个上去1、2名确定有牌，一个下来3、4名不一定有牌所以4强赛往往是兵家必争之地，对，必然想要求胜的一场比赛所以也有它很好看的地方这样。不过因为毕竟都还是在晋级的这条道路上，所以我觉得对于两边的选手来讲，你都还是有夺冠的可能。那今天除了同乐组的4强赛以外的话，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2组的冠军赛，分别是松寿组跟乐龄组。你等等的同乐组的季冠赛就会在下一轮来登场。根据我们今天看到的比赛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关注松寿组的冠军赛对。那当然，同乐组的冠军赛也会有它好看的地方大家可以注意到，光是热身的时候，两边球丢的地方都很深有点不一样。双方是要0比0开始先发球的会是爱加贝第一队，红色的色球，一样就是跟刚刚在练习的时候，在热身的时候一样，很深远的一颗。但刚刚爱加贝第一队在热身的时候，他们的球是还蛮聚集的蛮集中的看起来是蓄势待发。好，看一下这次红色的色球可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第一颗偏掉喽。正式开始比赛，压力出来，压力就出来了，没错。好，这个时候裁判的判决才会是相对正确就是上一场有一个错误的指法，这边就有修正回来，就是红队出第一颗，假设出界的话，接下来是一样换红队。真的像主播讲的一样一旦喊比赛开始，那个压力会不一样不是跟热身一样会这么顺利这样子。好，接下来台北海洋科技大学。不过据我知道海洋科技大学这3位选手应该球路都蛮直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有比较靠近。台北海洋科技大学这里的话，应该只是因为在年纪上面，所以坐轮椅，还是说原本也是有一些先天的疾病？应该是因为疾病，是因为先天疾病。据我知道，应该是疾病。如果是因为年纪或年长者的关系的话，通常轮椅不一定会是轮椅，有可能会比较像是其中一位选手的那个代步车。我称之为代步车。
我就在路上看过蛮多老人家会用这样子的代步车。现在科技真的越来越发达，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又进入到高龄化的社会，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设备可以去辅助。对啊，看着那个电动车，会不会有一天，或者不管是 AI 或者什么，会不会有一天连老人家的车子都可以自己导航，自己到要去的地方？在比较中远距离两边其实是互有往来的，现在还要再继续的来做投掷。但是海洋科技大学关键的投掷还没有丢出来哦，对，看哪一颗还没有靠上去，对，哪一颗丢出来可能就会明朗了。而其实对于轮椅族来讲的话，他们比较会有这种可能在投掷上面角度会受到限制的这个问题。对，尤其画面中看到的轮椅是属于大台的，那个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一点，这样。因为那跟专门在比赛使用的这种轮椅其实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往往在国际赛上面看到的是日本的队伍，他们的轮椅其实就是有经过特制的，那就是专门否地板滚球的比赛。那甚至连我们自己国内有一些可能有比到国际赛上面的选手，他的轮椅其实也不是特制的。哦，关键球。关键球来了。这一颗，我总觉得他的这个三轮车好像真的只是代步工具，他好像对啊，也是可以做的。这根红球也蛮漂亮。再推一下，可能制胜分就出来了。其实这个距离能够粘得上去的话，几乎都是制胜分。其实就稍微大力一点，因为不管你撞到红球或蓝球，都对自己相对有利。对，要大一点啊！如果偏了就没办法。我是感觉他或许可以再往左边站一点。往左边站一点，其实出手会更好。我连2次，其实最后都是偏了。对，机会点出来，自己没有把握到，这个就看命运就决定在对手的手上了。我刚刚看他偏的时候，他还是能够做这种把脚直接翘起来的动作，代表他其实现在在整个身体的这种保持，他的活动度保持得很好。好，接下来就看在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手中的2个蓝色色球，他们现在是保底1分。不过我觉得他多少应该也会顾及到原本旁边的红色色球，怕如果不小心推到他，会不会往白色的母球这边靠，所以有机会去做气球。好，但是现在看起来调整一下之后，要继续的来做投掷，然后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在这种电动的轮椅上面比较大台所以很容易会去触碰到你的方格线。不过这是运动会，所以刚刚裁判也会是特别去提醒一下。这颗选择继续丢的话就有一定的风险跟一定的机会了如果权衡之下决定出手，要尽量出手在，我觉得过去的话要偏白蓝这一边，然后比较不容易出错。要告诉自己是秒白蓝这一边。其实弹道还不错，弹道还不错。当然就是要小心为上，所以可能就会力道上会保守一点这样。你刚刚有提到在红球旁边有一颗在白球旁边有一颗红色的色球，我不小心去推到的话，但最终还是很顺利的由蓝方来抓下第1局但我现在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个代步车其实好像在投掷上面的效果会很不错，因为它其实完全没干扰这个代步车刚好它又是用跨坐的方式，跟坐在椅子上面投掷多少，你在你的后下背这边会被卡到，
用这种代步车好像还不错。而且可能感觉选手的下盘是稳的。对对对。会不会这个才是真正在地板滚球上面最厉害的器具？扣掉轨道组。实际上在竞技组里面 ，BC 1、2、3、4里面用代步车的是少数啦，很少。国内也我最多看过1、2位而已，这样大部分都还是轮椅或电动轮椅这样子。对，因为在 BC 里面多少还是会有身体张力的问题，好像也没办法很直接性的去控制代步车，脚很难就这么直挺挺的可以踩在地上这样。不过我觉得乐龄组可能就可以考虑一下，大家都如果要认真玩的话，都添购一台代步车。这个好像比坐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椅子上面还要更好投掷。可能哦。好，现在换成黄色的色球。不过这一次在发球上面的话，一样是发了比较中远距离哦。所以两边其实在发球上的策略是差不多的，有点就是反向的发球位，对，镜像发球位，对。镜面的移动啊，那反而红队就掌握到这一次的机会。这就是我刚才说，有时候前2局不是那么的稳，其实是会慢慢回稳的。对。那有时候前2局稳下来，你专注力不够，2、3局要小心一点。对。不过刚刚靠上去的，我记得好像也是清响啊，就是清响大哥，好像。对于这种球跟这个距离是蛮有把握度的，力道掌握的比较好。对。弹道上面很不错了，但是距离上的话，还是离木球比较远一点。上手投掷相对于下手投掷啊，我个人的经验会是上手投掷的变数跟风险会大一点，因为它整个弧度比较高，球到最高点落下来的时候，相对来说那个变数会比较大一点，这样子。第二颗有修正，比较没有办法去有那个支撑点，而且它落地下来，对于地板的力道比较重的情况之下，接下来的变数跑的变数就会比较多。那下手投掷，大家想象保龄球好了，如果我是切线过去的话，实际上会比较顺着地跑一点。目前爱加贝第一队在场上的红色色球1球已经抵了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哦，靠上来，话才刚讲完，马上球就靠上来了，而且这个很有机会哦，会形成是一个制胜分。照主播的讲法，就是大家都应该买一台这样子的代步车，看起来球非常的直啊。因为它完全好像不会去阻碍到你的动作施展，我觉得坐在对一般黑色的这种椅子上面，多少还是会卡到，或者是说你变成是你为了不让你的背去卡到椅背，所以你会往前坐。可是因为这个椅子其实是有一定的角度，所以你往前坐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后下腰又要去施一定的力气去撑住你的身体。同时，这个代步车大家注意一下它的高度，它会让你在丢球的时候，手其实是出球点是非常接近地面的，那个变数相对又会变少，所以你如果顺着那个切线出去，其实是很贴着地面的。所以这个代步车原本就是否地板滚球用的。其实只要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代步车，只要是符合规则里面可以使用的轮椅都可以。那代步车并没有，它没有特别去规范何谓代步车或是轮椅这样子，它会有它一定的规范在那个轮椅这件事情上面。那
真正的竞技组的比赛也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代步车。对，因为那个选手已经非常的重度了，他们的摆位或是什么，用这样子的代步车是没有办法支撑他们的身体的。对他们一定要有左右的保护了。对。但因为我不要说比赛里面，我连在日常生活中，我好像也没看过这三轮车。但现在我觉得这个三轮车的效果是很好的。爱加贝第一队目前还有2颗的红色色球，但基本上刚刚在蓝方的这一局我觉得已经是一锤定音了。这一局很有机会就拿下了。爱加贝第一队6颗的红色色球投球完毕。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目前手上剩下最后1颗的蓝色色球。红队有感受到要大力点，可能才能解决现况，但实际上一旦大力，那个真的力道很难控制。这台车还可以这样后退。他应该感觉这个弹道并不是要攻击是练习。对，就练习去练那个加分。好，最终是蓝队1分。那这样的话，在前2局比完之后是都由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拿下来目前在大比分上是2-0的领先。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十字周围的这一颗蓝色色球，代表其实它不只是因为它的器具，它原本就是准。当然，回到红队这边我觉得2分都还是有机会，那就维持好自己想要打的方向跟球路这样子。我前2局去尝试到发比较远的球那刚好这2边比较镜像的开局，只是一左一右，但都是由蓝方来拿下分数的。爱加贝第一队还是选择在他们的这一侧去发一个中远距离的球。虽然说离母球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是以视角上来讲的话，是蛮挤压的因为它刚好是在蓝方跟母球的中间应该算是在球线上。一定的压力，但不是不能解决的。如果这位选手又是左撇子的话，他们刚刚应该有特别沟通到，就是想要由左撇子来出手。弹道有一点偏移看修正能不能修回来。距离上面的话，还是爱加贝第一队的红色色球比较靠近。所以其实地板滚球很有趣你不见得要贴球才能造成最大的压力你只要在对手的攻击线上面有放到1颗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那颗红球实际上已经抵挡了2颗对方的攻击。
所以刚刚也有说到，红色的射球其实是在球线上的。那现在一定得要先画一颗球去把它给顶开来。对。虽然继续换蓝，然后照理说会比刚刚好一点点，这样好解决一点点。好球。哦。这一球走得很漂亮哦。这一球力道控制的不错，可惜就是偏右了一点点，先撞击到了篮球。接下来可能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把自己的球撞进去，因为是很正的。哦，这个力道很不错，但是就是偏了。哎呀，自己丢了就知道了。不过他反应都很可爱，都有这种综艺摔。两边手上都是还有2颗自己的色球哦，想办法撞一颗，这场比赛还有的打哦。撞一颗挡一颗都还有的打，但如果都没有碰到的话就危险。啊，歪了。走。好，接下来要上来观察一下球形，因为对于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来讲，目前第3局是他们的局，那就是看有没有更多的加分机会，因为。虽然说镜头稍微有点拍不出来，可是其实红蓝之间哦，现在在上面的红蓝之间，它是有一个应该是过得去的通道哦，但那个要很准很准，我觉得只有代步车有机会做到哎。想要不需要这么准的打法的话，可能就是瞄准看过去的2红中间这个空档就好了。那这个空档你有可能撞到自己的球，有可能。自己闪过去，但没有关系，就是瞄这个2颗红球过去的视角，这样，因为撞到自己的篮球也对自己有利嘛，没有关系。那唯一就是一定要闪过旁边2颗红的，你撞到红的那个危机就会出现。对，尤其是在下面的那一颗，它比较靠近白色母球。对，这一颗如果又被顶了进去的话，它风险也很大。所以刚刚上去看一下球形。陈佩琳，哦对，所以是要由他来操刀。看起来不意外了哈，不意外。不过他这是他手上的最后一颗射球，等等的话，另外一颗还要给队友来处理。博拉做话，他看起来会不会也有机会去做破坏呢？哦，没有，他是直接顶。哇，真的太准了啦！非常好。我刚刚有特别观察一下，就像我讲的，他出手的那一瞬间的切角距离地面其实是几乎就是贴着地面出手的，所以相对在跑法上面就比较不容易受撞击或者摩擦力的影响，所以就会很直很准。他直接就是清了一条康庄大道出来啊！然后这样的话是2分啊。之前我其实跟其他的老师有聊到在地板滚球上面的一个所谓的数据分析，因为我现在就突然间想到，现在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在前3局都拿下来，拿到了4分的情况之下，有多少分跟陈佩琳是相关的？是不是这4分好像都跟陈佩琳是相关的？关键。对。选 MVP 可以参考一下。那当然，因为这是运动会啦，所以大家会有一种好玩就好，我们不需要这么去深入。可是如果当到了国际赛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团队的组成上面，或许这个数据端就要去计较了。不过目前在国际赛事上的现况还是个人赛居多，所以真的要讲有所谓的数据分析，也只能个人去分析自己的。就抱歉。
比较难去分析到说我2个人里面谁可能是主要的攻击手，对我3个人里面谁可能是主要的攻击手这样。不过其实，在数据端上面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有一些时候选手可能不知道自己其实在打，譬如说我在打这个场上，我假设把场上分成9宫格，那我在打1号位置，其实我是很准，我的胜率其实是很高，可是我自己可能不知道，我一直认为我要去打 B 线附近，结果等到数据一摊出来，才发现我往往去跟对手去博弈到1号位置或3号位置的时候，其实我的胜率是很高的。对，所以这些数据有的时候它好玩的地方就在这边，它会去把一些选手平常没注意到的，无论是缺点还是在优势上面，它其实可以靠着量化的数据去显示出来。不过其实有很多的运动啦，当比较新的时候，或者是它可能在国内的发展上面还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数据端往往都是对，都是很后面才会大家开始去思考的地方。像我印象中藤球也是有在思考说，我们要不要再多增加一点属于数据分析上、数据统计。那我自己是觉得，地板滚球好像也可以加入一点属于比较数据端的东西。对，这是很好的建议哦。那目前地板滚球国内的现况来说，真正跟数据分析，老实说比较靠近的可能会是 BC3 啦，因为它非常多的变数啦。那它丢球也是要看。整个轨道的数据表啦，或者是距离表来辅助选手丢接下来的球嘛，所以在数据分析的部分，目前开始有做，不要说做的比较好，可能真的会是从 BC3 选手开始做起这样。那第二个就是现况上面的确，大家参加国际赛的经验，目前真的都还是少的。那国内赛事可能都不多了，那参加国际赛事又少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往往都讲感觉，而不是真正的所谓的科学分析。对。因为如果数据出来的话，我可能一看到那个落点，它其实旁边就可以跑那个图，进入到这个落点，它的胜率可能是6×3，或者是3×9这样。不过其实刚刚有提到去国外，就是出国比赛这件事情，先无论说出国比赛它本身的比赛数量多不多，本身要出国其实就还蛮不容易的啦。无论是在公开组上面，其实我觉得到乐龄组，现在这个年纪要出国，你要顾虑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对。不过往好处想，因为这个比赛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就至少大家都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去增加彼此的经验。对，一年就有一次机会增加彼此的经验，至少我可以透过连续好几年的参赛。我可以稍微知道说，哪一位选手他在某一个地方的表现就真的是比较好，然后哪一位选手他就是像也许画面中的红队的那位大哥一样，他就是在长球他比较远距离的球他就是比较擅长，对，那帮助到他们在场上做一些运用这样。比赛的机会真的不多，所以选手其实能够到赛场上面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很enjoy在这个赛事氛围里面，再加上现在其实开始有转播了，所以每次在转播的时候，其实这个在运动会上面都是希望能够让每一个组别都有登场的机会。目前两边手上都还有2颗射球，爱加杯第一队是距离母球比较近，但是他们如果这场比赛要赢下来的话，他们需要拿4分至少先追平。去碰了一下母球。但并没有改变到红色射球比较靠近母球的这个结果。但爱加杯第一队手上只剩下2颗射球。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现在还能够做一件事情，是我缩小得分圈。主攻手出场了，看他是不是就是很单纯的贴上去，最多输1分这样，至少靠近了。还是他的梦会更大，他是要拿分数的。这样子撞击要小心哦，
白球会向红球靠拢，对，稍微要小心一点。好，那反过来说，想要拿大局的红队呢，球要往后推了。对，球要全部一起往后推哦。这个当然在力道上面是很难拿捏的。第二个想法是有没有可能把更靠近的篮球去撞远离，但要观察一下最靠近的篮球，他们要观察得到这样子。哦，角度上也是蛮难打的。他往后推的话，基本上就是这2颗球，母球应该要很靠近到边线去了。像那个轨道组就有那种很重的球、很硬的球，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白球往后带，对，带到有利的位置。其实已经丢得蛮好了，只是就刚好闪过了。可能2分吧。哦，1分。所以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我必须要讲，他们其实这场比赛 MVP 应该是可以直接颁发。颁发给代步车吗？对，就是把代步车骑上来之后，把 MVP 放在他的座位上。接下来阿公阿嬷的比赛可以设一个摊位来卖一下这个代步车。但是还是要讲到，就是爱家杯敌队在第4局。还是有拿下这1分啦，先求有，再求好，所以能够去突破，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比赛的赛果上面一个很棒的结果了。那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最终是4比3分差击败了对手，也顺利的拿到了在同乐组冠军赛的门票。好，那在这样4强赛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迎来的是2场的冠军战。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喽。大会报告，接下来我们要进行3点的比赛。场地3热联组4强赛，东宝 A 队对上富英老人长期照护中心。场地4热联组4强赛，永登好照分福共好基地 B 队对上基隆市七堵区泰安社区发展协会。场地5收售的冠军赛，台北圣道堂 B 队对上万智宝贝 A 队。场地6空手组季军赛，台北圣道堂 C 队对上以林长青学园 A 队。场地7同乐组季军赛，爱家杯 B 队对上万智宝贝 C 队。场地8同乐组冠军赛，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对上月亮星马队。请以上的队伍到场地集合，我们要进行的是第11场次的比赛，谢谢。
紧接着来看到的是冠军战哦，松寿组。哇，这个组别关注，对，真的我们要全力的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组别哦，也是我们在今天看了前2场哦，刚好早上1场，然后刚刚下午回来1场，我们发现这个组别顶尖对决，真的精彩啊，真的是精彩。所以这个组别我们要好好的来分析一下。希望就是对于长辈们啊。就比较年长的长辈们的精神力跟专注度。哦，刚讲完，好吧，当我没有说。对，你看这个我就没有提这个话题，这个组别我就觉得这个话题是我正想讲说专注度可能会下滑，哎，这颗马上就打我的脸，非常好。好，那松寿组的冠军战哦，2队是优质宝贝 A 队来面对到台北圣道堂 B 队。那颗篮球非常的漂亮，我只能说这个组别的含金量会很高了，因为他们真的强啊。接下来看红色射球，哦，好，现在能够夹得上来哦，先有效的把得分圈给缩小。这一颗球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就进攻来说，虽然它没有帮助到进攻，可是防守这一颗球其实相对是很重要，它会接下来对于蓝队要拿第2分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好，再撞一下这个角度其实又更好，因为对于蓝队接下来只能选择从旁边很精准的贴上去，他没有办法再撞了，因为一次要撞动3颗是不太可能的。好，你看哦，在前面的组别里面，其他的组别在遇到像这种球，因为刚刚其实台北圣道堂 B 队的球是有靠在母球身上，那其实我自己今天所看到其他的组别，对于这种球型是有点摸不着头绪，不知道怎么不会碰撞，对，会害怕碰撞。但实际上，松寿组就对松寿组知道要怎么表演给学弟学妹看，说，哎，就撞一下会有空间的，你们不要怕这样。对，我们看到好几次了。而且他们现在这样一撞的话，因为母球等于是去藏到了蓝红后面的第2层，所以你变成说是台北圣道堂 B 队，他们现在当然是会想要去增加他们的第1局的分数，但是要怎么样子去增加，他们就要烧脑。实际上目前是红队比较近哦，现在是红队比较近啊，对，因为红队后面有靠了一颗球，他后面有藏1颗，所以圣道堂 B 队绝对要认知到这件事情。对，因为他们好像还没有跟裁判确认现在的分数，但其实我运动会因为没有时间限制，你可以一直去确认。他们节奏打得很快哦。哇，因为刚刚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我一直以为是台北圣道堂 B 队这边是有分数的。再这样撞也最多就是1比1哦，不会领先。那要1比1也有一定的难度哦，因为后面那颗红球我感觉起来，就算不是贴球也非常的靠近。对，要1比1的话，你一定要再 push 进。Yes。对。那其实就像主播讲的，时间在你手上，你可以问一下裁判现在到底分数是怎么样，或是到前面去看，这样也很好。现在可能就要问一下，对，他就有告诉他队友目前是谁的分数了好，目前是红方还是比较近因为这个角度我们看不出来在中间有没有缝隙。不过看起来如果没有特别拿测量工具，是直接用看的话，那应该是有缝隙。要为了确保万一可以问一下裁判。我们这个镜头看，蓝队可能有贴哇，这个缝其实还蛮小的。哇，这可能是今天最接近的红跟蓝的。要气球。好，做保险要气球。如果你确定篮球就是得分的那一颗球，你现在做气球的动作，说实话是可以接受的不是说100%的处理，但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刚刚是给到曼智宝贝 A 队比较近，不是吗？对，但你要确定你要跟裁判确定，对。所以刚刚其实是台北圣道堂 B 队啦，有1分。因为我看刚刚裁判老师起来说是拿红色的这一面亮出来，他拿红色的这一面亮出来，他的意思是篮球比较近该红色，但红队已经用完球。红队已经用完球了。好，看一下台北圣道堂 B 队魏金斯，还有徐美珠跟傅国志。其实不枉费我们的等待，就是节奏快，然后又精彩。对这个组别，我真的是蛮意外。
我之前因为之前松寿组，我对这个组别真的没什么印象哎，这是新的组别吗？在过去的几届里面有办过，加这一次可能是第2次、第3次的那种频率，并不是每一届都有。哦，因为我对同乐组是有印象的，然后我对乐龄组也有印象，可是我一直没有印象我有看过松寿。经过今年这一届以后，要不要以后都常态都要有松寿组，蛮好看的，就是哦，好，很不错。就他们是真的可以把球顶得上来。我真的认真觉得年纪上面所造成的心智上的稳定是真的蛮有帮助的。但是乐龄组应该心智也很稳定。乐龄组也50、60啊，该要知天命的也要知天命了，该要随心所欲的也要随心所欲了。讲了一个我不知道要怎么接下去的话题的。哦，好球啊！哦，这一颗也非常漂亮哦。唯一处理不好就是自己的球的力道略大了一点，不然其实可以挡在白球前面的。但这一球也已经很漂亮。但他把母球再往后推，其实躲在篮球，对他也是有躲到球心后面。只能说真的精彩啦！这一个组别是今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组别。会后写一下借力书啊，以后每一届都要有松寿组。红吴秋云阿嬷，但我怕等下这个是赛会这边就担心了哦，这一个组别体力上，对啊，体力上会不会比较撑不下去一点？哦，这一颗其实也是蛮靠近的哦，并没有 miss 太多，只是没有借由白色可以停下来。而且它其实最后面有一点不规则的转动哦，不知道是因为球没有搓远，还是在地面上面有影响到。实际上这球的思考是这样子，要尽可能在白球前面就先出现一颗红的，这样才能对蓝的造成阻挡的威胁，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机会推进去，千万不要一直为了进攻球都跑到后面去。手上还有2颗红色射球，停一颗，至少要停一颗。哦，就算是停这样子，停上是可以接受，对。不然我们从蓝色后方的角度看得出来，其实蓝色又有空档，蓝色是完全的 open。对。哦，这样更好，这样更好。最后的这2球去做到防守，听到一点我们的呼唤啊，稍微防了一下。那我觉得是因为松寿组本身在场上的意识就还蛮够的，所以他们其实大概也有设定，如果我上一个队友他最后的这个直球没有做到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换我说我要去做什么。他们这个是曼智宝贝哦，好球，连我都忍不住想鼓掌了。能够钻洞过去，这个精准度非常好。台北圣道堂第1队哦，这个是徐美珠阿嬷。基本上这一颗对气势上也会非常有帮助。好。我目前的话，圣道堂 B 队应该是2分，2分在手上。哇，再顶一下，哇，3分啊！漂亮！哦，这真的很有冠军相啊！但能打出这2颗、这2、3颗的表现。好，那最后的话，台北圣道堂 B 队应该会拿下3分，3分的大局，而且其实后面这2分的加分是很漂亮的，是自己把这条道路给推开来的哦。不是说别人留了一个很好打的路给你哦。它不是康庄大道，是没有路没关系，我自己开拓出来的这种玩法啊，很漂亮。而且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我是对手的话，我会有一点绝望的点哦，是刚刚这2颗球分别是徐美珠、许阿嬷跟魏金丝、魏阿嬷。他们2个都有这种能力哦。你如果说只有一个选手有的话，我至少只要顾到你就好。
但你现在是2个选手都有，就是第一颗已经打进了士气了，第二颗几乎就是已经有点判定了这场比赛的胜负啊！对，我们来看看第3局，对，第3局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哦，这一次是发在了很靠近边线，但是在距离上面的话是在十字线。红球要再往前再靠近一点，白球就会更为理想。哦，现在给的空档太大了。这个白球基本上碰到就有可能会出界哦。以刚刚台北圣道堂 B 队的准度，他们结束马上就2个场地。哦哟，就是界外。好，再换阿嬷试试看，魏金斯。更靠近白色的母球。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只要比你靠近就好了，我不一定要贴在母球上面。哦，有一球漂亮。哦，曼智宝贝，对，这次是王景玉。王景玉应该是大姐。看这位大哥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呢？因为如果持续这支球贴的话，目前应该不会再比红球那一颗贴了。看他有没有比较大胆的想法。大胆的想法就是直接推到界外。这位大哥直接重力摔出了荧光幕外面哦。富国之大哥、他非常清楚知道他想要撞啊，没想到球就是都动不了。因为现在可以做的一个效果其实是。我把母球直接往界外推啊，让它回到十字标线上。他应该是有点想要求这件事情，但不是那么容易。他们这边的爆破其实就是要由傅大哥来实行。那这个魏金斯跟徐美珠2位阿嬷或者说是大姐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很精简的靠上去。一个机会点就看蓝白中间的洞有没有可能。扶得上去，就模仿红队的第1局躲在白球的后面。前面的话，这个就是防守意味比较重。对，他们手上还有1颗哦。对，那最后的这1颗，现在其实从他们的角度看出来的话，会有一个蓝之间的通道。那现在预防的反而是出界哦，现在绝对是不可以出界的。对。他们要把洞给堵住，而且他们要不让曼智宝贝 A 队有空间把球给破坏掉。贴洞，对，哇，很漂亮，哇，漂亮。这到底是什么团队？非常漂亮，这颗也是非常高水准。基本上这1分那没有关系啦，我要带着领先到第4局这样。他们真的是要来拿冠军。那留给红队也是非常难解的局面了就看红队有没有这个沿着球线跑，基本上就算出界。好，这个球其实不好处理其实真的不好处理。对，看起来虽然台北圣道堂 B 队是把自己手上的所有射球都用完了，让曼智宝贝 A 队还有5颗球的机会，但是。他们已经把整个局势上面是卡得死死。对，篮球这6颗的相对位置是处理得非常好的，几乎不给红球有机会。这一颗有没有机会？问一下分数。看起来是只有1分，可能没有。对。4比1吧。好，他们手上的球都投出完了。OK。那来看一下球系，这个角度不太好看。裁判是主动邀请2边的队长都上来阅读一下球系。好，那最后是1比1啊，2边是一样的距离耶。那这样的话会变5比1哦。
台北圣道堂 B 队跟曼智宝贝 A 队都各拿1分，所以刚刚是等距球。等距球出现了，这是裁判的判定了。我们没有看到很细部，我们不太清楚，但裁判判定的是等距的部分。通常等距发生在最常发生，当然就是贴了，2、3颗都贴在一起这样。哇，等距球，我们今天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看到？飞到2楼的那种。对。我刚才也在跟其中一位裁判闲聊说，阿公阿嬷有没有出现过叠球啊？就是飞到2楼的。他说印象中曾经出现过1次。对。如果他的印象跟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我记得在台中我有看过1次，就是也是在运动会的时候。对。因为叠球比较容易看到，我觉得反而是 BC 的组别，而且我记得 BC3是会有叠球出现的。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开球，这个是红云秋雨阿嬷，又增加了游戏的难度了。对，但是现在对曼智宝贝 A 队来讲，他们要追4分啦。相对的，蓝队来说也不用急着一定要进攻了。重点是白球前面要有多一点的篮球，然后福大哥还是想要想要去做破坏，千万不要操之过急，一定要思考一下，目前是4分的领先在手。这一球就稍微有靠近就好了，一定要思考，一定要有球稍微靠近。如果开动给对方，一切都很难说哦。最后一颗真的要处理好，不然。在地板滚球上面看过很多绝地逆转。好，6颗射球投掷完毕之后是留了3颗在场上，完全就是红队决定自己的命运。对，但是现在红队要追4分的情况之下是有机会来拿大局的哦。然后第1颗没有，不过目前他们有1分哦。这等于说只要再有3颗可以加分，延长赛了。我们今天对了，还没看到延长赛。红队深呼吸一下，不需要太急，因为时间都在自己的掌控里，看看丢哪里可以得到更多的分数。哇，又出界，这一颗也出界。好，现在剩下追平的可能喽。哇，差了一点点，但是后面有没有办法push进来？曼智宝贝 A 队2颗的射球，好，这边是有机会形成第2分。最后就应该要使尽吃奶的力气啊！OK， 有夹进来。好，最后的加分机会是只拿下2分，比较可惜的是前2球最后是出界球，但曼智宝贝 A 队在这一局是拿下了3分啦，也一样是大局，最终是1分之差，由台北圣道堂 B 队来收下在今年阿公阿嬷地板滚球运动会台北站的松寿组冠军。非常喜欢他们打完之后的神情都是非常享受这场比赛，即便是输掉的队伍也是很快就消化过去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乐在其中的感觉很棒，哪怕只是1分很可惜的输掉，但这个就是真正有在享受比赛的方式，这样。没错，而且我相信我们今天看到松寿组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含金量非常的高，每一位这个选手在松寿组里面真的都好强。对，
好，所以无论是台北圣道堂 B 队哦，还是他们这场比赛的对手是曼智宝贝 A 队，我想都是让人尊敬的哦。那这场比赛过后，我们下一场比赛会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会看到是乐龄组的冠军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了。
场地5乐龄组冠军赛，妇婴老人长期照顾中心对上农耕好照征服共好基地 B 队，请以上4个队伍到场地集合。我们要进行的是乐龄组的季军赛以及乐龄组的冠军赛，谢谢。乐龄组的冠军战，同时也是我们今天从一早来到三重国民运动中心，一路的看到了下午今天在这个地板滚球运动会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最后一场比赛，没错。我想对于场上的选手、场边的亲朋好友、教练，还有他们的这些陪伴员以及整体的赛会，真的都辛苦了啦。今天一整天都待在这里。
那这场冠军战呢，要来看到的是富英老人长照中心，来面对到的是叶福基地 B 队哦。那在富英老人长期照顾中心这边的阵容是李正，还有叶晨、美芝以及陈文雄。接下来是不好意思，是征服共好征服共好基地 B 队，征服共好基地 B 队。好，那他们的阵容的话，则是林荣田、施明崇以及尤善雄。那乐龄组其实他们的组别是真的蛮大的啦，所以他们其实在进入到复赛之后，还比其他的组别又多了一轮，他们是要从8强开始。所以目前场上选手应该是经过了8强的比赛第1轮，然后4强的比赛第2轮，进阶到冠军赛。那在后面的话，还有来帮忙拿这个广告看板人嘛，养护型。哦，它是长期照顾中心，但是它后面特别有括号是养护型，代表还有不同的型。据我知道，好像有所谓的养护跟另外一个我有点忘记了，但它的区隔是你能不能自行生活，你能不能自己处理自己相关的食衣住行，对，有分好像养护跟照护，所以养护型的话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应该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个，但是他们会区分，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跟你需要有看护照顾，或者是需要有照顾员照顾。好，那这场比赛正式开始喽。施明崇，这看起来是2缝线的抓法哦。连这个都要做？开玩笑，他的手势是有练过的哦。好，施明崇阿公投掷完之后，自己觉得没有投好，削了一下母球，但是球也没有留稳，所以两边的阿北都觉得自己没有投好，力道太大了一点。两边的反应都蛮像的。加油！左边、右边两边都没有过好。连续的2次投掷，结果上面都是比较可惜的。福音老人长期照顾中心，现在是叶城阿嬷。也不够，几颗都蛮明显，真的是力道太大了，他们要控制一下他们的力道。这位是叶城助之阿嬷。现在球形都还是比较散的哦。现在是陈文雄阿贝，这也是在蓝方最后的2颗色球。哦，如果说照目前场上的球形上来看的话，这个蓝队的危机马上就会出来，对，要小心一点。而且球其实离 V 线并没有到太远，还是在后方。好，那这样子的话，现在会变成是在征服共好基地无限的一个加分机会哦。如果大胆的想法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去进攻到后面的蓝色色球去，但是直接靠也是一个很直观的解决方式哦，看能不能够直接在第1局就拿5分。就我平
上练习轨道组习惯了，如果从轨道组的思考，就是2颗重球把那3颗都解决掉。对，我刚刚就在讲，因为而且他们又很靠近边线，其实因为重球其实很难停在场上，它太远了，所以干脆拿来把人家全部撞走。而且你全部撞走之后，其实你等等你要再放到周围就很好放。那像他们这样子慢慢去一个一个靠近也是很 OK。目前的话是3分了，确定有3分，然后第4分。啊，这一颗没了。手跟一下角度，推了一下之后，有没有第4分？最后是拿下3分。好，但是征服共好基地 B 队收下第1局。虽然说没有办法去拿下第4跟第5分，但3分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局。站在蓝队的角度如果刚刚那个完全开放给大家给红边打的只输3分，真的是要加紧的赶快把分数追回来。对。但因为其实，在第1局蓝队所留在场上的射球，在准度方面的话，我觉得都算是有差的。所以等等在第2局的时候，先看看他们自己在发球会发在哪里，维稳一下。哦，这样子还是有点不准呢。对啊，郑阿贝。弹一下就弹开来，结果发完球之后，2颗射球都没有留在场上。很想问蓝队，你累了吗？可是力道上看起来又不像是累，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但有些时候就是因为你累了，所以你的力道才会比较大。对，因为你就是想说你现在在累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出到力量。每球都出现这样子，很糟糕。差的比较多一点啦，对，占据不利。好，注之阿妈，应该对我来讲应该是阿婆吧，阿婆。现在光是这一次的发球，其实就是对于蓝方来讲是危机感会比较重一点，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只是在处理发球而已，自己就发丢了3颗。直接让人家3颗的那种概念。刚刚很大力的拍一下红球，可能要叫红球听话一点。鸡爪的握法，哇，远了。接下来是尤善雄阿贝。哦，这颗直的，这一颗直的漂亮。好，直直的来，再把母球往后顶，这个处理的也漂亮。我现在蓝方手上剩下最后1颗射球了，而红方的话就是还有3颗射球。顶到了自己的红色射球。选手在落后3分、4分的局，通常就会鼓励他接下来至少1局要追1分，有机会追2分，然后1局1局把分数追回来。一样，如果这1局留1分、2分给蓝队的话，绝对就第3局、第4局都还有得打。好，看
看有没有机会第2分。从这个角度进来，好 ，lucky ball， 可以看一下，看起来是1分。好，先追1分啊。对，等等，还有第3跟第4局，1分2分都要。对，前2局目前都是3比1，红方的征服共好基地 B 队领先了2分哦。看起来关键还是会出现在第3局。我刚刚是看到阿北抢着要发球的画面吗？还是推着不要发球的画面？感觉有人想要发，可是有人说不要。这就是阿北们可爱的地方。这个让我想到我这次去看这个世壮运，然后我就发现世壮运其实有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其实平常在看运动的时候，我们最常可以说是有点在 complain 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在公园跟阿北在打篮球，阿北嘴巴会碎念，会碎念。结果我去世壮运的时候，我就发现，对阿北就是整个世壮运就是阿北碎念的赛场。然后我当时去看我们老板，我就觉得这个画面其实还蛮可爱的。我们反过来想，如果阿北在篮球场上很安静，才要做那个可怕。对对对，他们基本上每一个 play 都会碎念。这个篮球其实很不错哦，有可能抵挡蛮多个红球的，试试看。从红方的角度看，其实应该是有机会直接去靠的。对，但就是有一定的压力度还是会有。撞开来也更好。OK， 这样子撞开来是可以的。是林冲，是阿贝。OK， 再去顶一下，应该有比较近一点。哇，他其实刚刚如果再把弹道再往右边一点的话，哦，有人想要去包球。结果是直接从蓝白之间穿越出去。球歪了。对。后方的这个应该算是照护员哦，他还要帮忙把椅子给扶着，所以他也是怕阿公阿嬷可能上来椅子是不稳的，好被遮挡到。最后一球的蓝色射球终于顶进来了，哦呦，就是要让人这样心惊胆跳哦！一定要最后一颗，一定要最后一颗才顶上来。前面我先试着试一试，当然红队的机会有出来了，看红队自己把握。好，接下来在红方。有3次的持球机会，第1次有偏差，但是目前可以看得出来，蓝之间都是有机会。红队都已经有红队进球，就看自己有没有掌握到。而且因为蓝队没球了，所以基本上有靠近白球就能解决这一局了。哦。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哎呀，有没有乌龙球？哎，可能有哦。蓝队1分哦。哇，蓝队1分，那这样是乌龙球哎。乌龙球，对。哦，
真的他现在示意峰回路转，队长上来看一下。实际上两队的队长都可以看了。队长看完之后回来，发现真的是乌龙球球运真的不好。这个球球运是它是闪过前面的红的，削到后面的蓝的。哇，这样的话，等等两队又是1分差，要进入到第4局。不小心讲中了，就是落后3分，就是一球一球追，1分1分追。对。不过刚刚这个是乌龙追，乌龙追也是追了哦。刘善雄，他刚刚的这个算是乌龙球，让比赛比较有悬念一点。看起来整个场上2个场地的那个冠军赛都还蛮热闹的，哦，另外一边也是欢呼声连连。看一下，蓝队第一颗没有处理好。球是放到了母球的后方，看谁先打出关键的，还没有停住。没关系，妇婴老人长期照顾中心就是把前面的5颗球赶快都先丢一丢，他们就是要最后1颗球才会正式的发功招牌动作是不是？对。他们刚刚已经吊了我的胃口，吊了3局，第4局我绝对不会再被他们吊到了。我现在已经知道这些都是布局而已。好，剩2球了，应该会发生在这2球其中1球。OK， 看主播的预测会不会准哦？因为他们现在要追分啦，所以还是得要去稳1球。哇，有不规则的一个路线出来哦，但是现在的话，距离上面要把直球权先换到红方。有推到一下白色的母球，施明崇阿北，我觉得他的右手臂其实是有肌肉线条的。红队他平常应该是也还蛮爱运动。红队有绝佳的机会了哦。对，就是完全 open 出来。这个偏差有点大。偏差有点大。然后还有3颗红色的射球，修正一下。第2颗也是有偏差。我觉得悬念好像越来越大了。现在是林荣田阿贝。好，一样穿越过去，最后1颗红色的射球，哎呦，悬念出现了。哎呀，应该要问个分数啊。但没有关系，如果有自信的话。没有了。OK。好，再推一下。我们可能要进入延长加赛喽。蓝队1分，最后在冠军战里面，我们要迎来了今天第一次看到的延长赛了。延长加赛。好，但是要丈量。好，现在是红方，要请求这个裁判来丈量一下。对，蓝色卡住，红色没有卡住，然后蓝队1分。好，那蓝队1分哦，确定。那这样的话就是双方3比3。很好，一局一局追就是策略哦。虽然说有乌龙球虽然说机会也没有做得很好但是逼近了延长赛，把比赛逼进了延长赛。延长赛出来了，所以刚刚那个乌龙球来来回回算2分，因为他自己少拿了1分，然后又让对手多得了1分，很可惜。
但是这就是冠军赛，也算是高潮迭起啊。对，前3球通常不告诉你答案，对我们不会让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后3球才会让你知道答案。他是前3球让我以为他弃考，对，就后面才突然间出现正比技术，他就是到了第19分钟的时候他进到考场里面。好，那在延长赛的话，白色的母球会直接在十字线上，两边会采取混旧铜板来决定。那猜中的呢，可以选择先攻或后攻这样。我个人是认为啦，先攻跟后攻都会有人数这两边的一定的优势。先攻的话，当然就是可以直接靠到母球上，但是如果当你今天是比较不准的人，我觉得你反而后攻会比较好。好，那现在是由红方先攻。一般训练刚开始的时候，绝对 tie break 都会请选手选择先攻啊，希望先站到一个很棒的点位。但是练到后面的时候，就不见得是这样子。对。练到很纯熟的时候，其实你不怕对手先攻啊，你倒是可以先保留一球，看看对手第一颗发挥的怎么样，这样。哦，这一球超漂亮！哇，这就是 tie break 该有的样子啊。好，接下来撞一下，就是撞掉了。也不用多想，撞掉，结果是顶到了自己蓝色的色球，没有什么好保守的，因为就是为了1分嘛，前面有阻碍就把它想办法撞走。这局就是谁赢谁就是冠军，这场比赛谁就是冠军，没错，冠军点。祝成阿嬷，小力不如大力了建议都是大力一点哦。力大出奇迹啊！你现在还不用多想，因为原本在蓝方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他们接下来这2球才是关键。好了，这一球不大力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好，破歪掉你我的手啊！他们就是主播又猜对了，19分钟要走到考场里面证明击出的人，真的都是最后一刻哦。那就看红队有没有问分数啦。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感觉是蓝方有分数啊，所以还是得要试图去解球哦。这球真的还很难说哦。哇，全场就只剩下这一场比赛了。所以压力现在又倒到了红方这里，对，完完全全就交给红队决定了。哦呦，差了一下。现在可能还要再请老师裁判来丈量一下吗？应该有碰撞就要问了哈，这是比较保守一点的，要问了哈。把对手撞开或者自己撞进去都有机会哦。哦，撞开！现在到底还是谁比较近呢？决胜最后一球了，真的就决胜，这个叫做冠军点哈，冠军点，球丢出去才知道。但是我这个角度我看不出来，对，没有错。冠军点，现在压力最大的是裁判，对。好，大家都看，队长一起来看。全世界只有老天爷跟裁判还有2位队长知道。
是量后面的这一颗，哎，这是冠军点哦。所以代表说前面的这一颗，因为在角度上面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去照到那个比较高的角度，所以看不出来。可是前面的那一颗是比较远一点的，哎，放得下去呢。哦，哎，可能蓝队比较卡哦，可能蓝队比较卡哦。然后这时候老师那个手是不能抖的、哦，老师那个手是不可以抖的，不容易哦，不容易哦。很想要呐喊裁判加油啊！现在老师的压力是最大的。不管谁拿到冠军，都很值得纪念的一场比赛了哈。不会最后判个1-1吧？我个人从画面我自己主观判断，我是觉得蓝队比较近了哈。那当然要看，但因为现在在丈量上面，我觉得其实量不出个所以然。对对对。而且画面上面还是有高度跟角度上面的问题。没错。最后是谁？最后是给到了蓝队1分，关键的判决啊！一分一分的逆转哈，一直到 tie break 才得到了最重要的一场冠军比赛哦。所以刚刚也有提到这支队伍妇婴老人长期照顾中心，他们的风格就是最后1分钟进入到考场里面正比级输，然后考上台大。好，他们往往都是在最后1球的时候，前面是先让了一个3分啊，结果最后在第2局、第3局跟第4局，先把比赛逼到了延长赛，在决胜局当中，最后又是1分险胜啊！而且各位看上面的分数啊，哈，就告诉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啊！即便是输了3分，还是1分的追啊，哈。对，这个是感动哦，对，阿北很感动，而且你知道现在上面大家都在看这个球形，现在大家都全部人要拍照留念了哈。思考说这个球形，因为真的是几乎这个其实不只是1分的差距，可能就是1厘米的胜差。1厘米的差距，没错。哦，能够让裁判量那么多次，量那么久，绝对是很难判定的一个胜负了哈。这个冠军点非常的心满意足了，我相信观众、主播跟我都觉得看了这场比赛当中最后一个 ending 非常的棒。对，这个 ending 真的就是伯仲之间啦。乐龄组的冠军哦，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后一座冠军奖杯了，一个很完美的结束了哈。好了，今天的转播工作在这边也准备要告一个段落。那在稍后会有颁奖典礼，所以也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来持续的锁定。好，请我们松寿组获奖的单位：台北圣道堂 B 队、曼智宝贝 A 队、台北圣道堂 C 队以及以林长青学园 A 队到台前来。然后乐龄组的部分，妇婴老人长期照顾中心、永根好照征服共好基地 B 队、东老 A 队及以林长青学园到 B 队都到台前。同乐组。同乐组月亮星马、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爱家贝 D 队跟曼智宝贝 C 队都请先到台前来，我们等一下会唱名，邀请到大家到台前。好，那第11届阿公阿嬷地板滚球运动会，我们的比赛就是终于结束了，大家辛苦了，一整天
很辛苦很累，但是留到最后就是获奖的单位，恭喜大家。那首先我们要先颁发的是松寿组，第4名以林长青学员谭玲、许丽美、左燕一，然后第4名。好，那第3名是台北圣道堂的陈天明、施美婷跟吴瑞珍，请到我们台前第3名的位置。好，第2名曼智宝贝黄景玉、洪金胜跟洪吴秋云。好，第1名是台北圣道堂的魏金丝、傅国柱跟徐美珠。好，那松寿组的奖项，我们邀请的是我们台湾地板滚球运动联盟的秘书长林田来为我们颁发。好，首先颁发的是第4名以林长青学员谭玲、许丽美、左燕一。接着颁发的是第3名台北圣道堂陈天明、施美婷及吴瑞珍。接着颁发的是第2名曼智宝贝黄景玉、洪金胜、洪吴秋云。接着颁发的是松寿组第1名台北圣道堂魏金丝、傅国柱、徐美珠。好，那我们先留影一张，请甜甜。好，我们摄影师，好，来看我们这个前面这位摄影师哦哈。好，恭喜我们松寿组获奖的4个单位，谢谢。好，我们最后会再开放背板给大家照相后，我们先把我们其他的组别颁奖颁完。好，接着我们邀请的是接着我们要颁发的是我们乐龄组的奖项。第4名以林长青学员郭礼瑜、郑学正、许凤平。好，第3名是东区老人之家许福堂、陈明港跟杨秋霞。第2名有永根好照、征服共好基地林龙田、施明崇跟尤善雄。好，那第1名是妇婴老人长期照顾中心陈文雄、李正跟叶成柱之。好，那这个奖项一样邀请了我们甜甜秘书长来为我们颁发。来，在那边。好，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乐龄组的第4名以林长青学员郭礼瑜、郑学正、许凤平。接着第3名卫生福利部东区老人之家许福堂、陈明港、杨秋霞。好，第2名永根好照征服共好基地林龙田、施明崇、尤善雄。接着我们要颁发的是乐龄组的第1名新北市私立妇婴老人长期照顾中心陈文雄、李正、叶成柱之。
爆料一下哈，我们第1名的长辈刚刚获得冠军的时候落下男儿泪啊！好，辛苦一天真的很有代价哈，真的很有代价。好，恭喜我们乐龄组获胜的4个单位，谢谢你们，谢谢。我们那个背板等一下会留下来让大家拍照，我们先把奖项颁完，再让大家拍照，好，再让大家拍照。哎，我们背板会留着，我们背板会稍微留着，我们先把最后的组别颁完之后，再让大家拍照。好，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好，最后我们要颁发的是同乐组第4名曼智宝贝李丽淑、范俊荣、范泽豪。第3名爱家贝黄清祥、李玉芝、李敏娟。好，我们稍微错开一点，因为我们有轮椅的朋友哈。好，第2名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陈佩玲、张婉晶跟钟小燕。对，最侧边。好，那第1名是月亮星、郑淑慧、陈秋英跟胡嘉年。好，不好意思哈，大家稍微移动一下哈，我们有轮椅的朋友。好，那这个奖项我们邀请的是本次赛事的裁判长李嘉华来为我们颁发同乐组的奖项。首先颁发的是第4名曼智宝贝李丽淑、范俊荣、范泽豪。接着颁发的是第3名爱家贝黄清祥、李玉芝、李敏娟。好，接着颁发的是第2名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陈佩玲、张婉晶、钟小燕。最后颁发的是同乐组的第1名月亮星、郑淑慧、陈秋英、胡嘉年。好，请我们现场的朋友们给予我们热烈的掌声，恭喜我们同乐组获奖的单位。等一下，我拍照，等一下。好，那一样我们往前看看我们的摄影师。好，那个不好意思，我们摄影师先拍一个大会的照片哈。好，看前面哦哈，看前面。好，再次恭喜我们同乐组的获奖单位。那以上就是我们第11届阿公阿嬷地板滚球运动会，也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那现在我们会开放背板给大家拍照哈，那请大家就利用时间在我们的背板前面拍照。那另外请我们的裁判都到裁判桌集合，谢谢。第11届阿公阿嬷地板滚球运动会在这边要圆满的落幕了。我想今天在这8个小时左右的比赛时间真的让大家都为场上的阿公阿嬷真的是要说声辛苦了，而且都很棒。
今天也感谢。非常开心看到，就是这一届阿公阿妈有非常非常明显的进步哦，尤其最后一场冠军赛也让我们洗了一下三温暖，也显示出落后之后慢慢一分一分追回来，甚至在 tie break 得到胜利的这样子的感觉哦。冠军甚至于有落泪这样，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一定是非常收获很棒的一次这样子，非常感动的一个时刻啦。那我想今天所有的选手真的都是大拇哥。那今天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也感谢老师在场边的陪伴。我是秉承与台亚卫星的转播团队与您说声再会喽，拜拜，拜拜。片尾走。1、2、3收，然后不动，好，感谢各位，谢谢。没有，我请别人接了，因为我再回去来不及。